大家好，我是你们的健康朋友张志。今天这期视频的开头，我想先跟大家说一个我身边发生的真实故事。我有个老同学，才40出头，年年体检报告都漂亮的让人羡慕，血糖血压全在标准线里，平时还经常跑步健身。可就在上个月，他突然晕倒被送进医院，查出来结肠中期病变。当时我们所有朋友都傻了。怎么可能呢？他吃的那么清淡，肉都不怎么吃，每天蔬菜水果不断，怎么就得了这个病？后来主治医生的一句话，把我们所有人都点醒了。医生说，很多人以为天天吃蔬菜就万事大吉了，但吃不对，吃的再多也是白费功夫，甚至可能越吃越坏事。这话像一记重锤砸在我心上，我这才发现，原来我们这么多年的健康观念里，藏着这么大的一个认知黑洞。在咱们老百姓眼里，只要是绿色的，地里长的，那就是健康的代名词。但是在专业的营养学和医学研究里，蔬菜和蔬菜之间的差距，可能比蔬菜和肉之间的差距还要大。很多叔叔阿姨吃了一辈子蔬菜，结果就在这个本来应该养生防病的关口，留下了这辈子最大的健康遗憾。所以今天这个视频不仅仅是个科普，更是一次紧急的健康观念更新。如果您或者您身边的家人朋友还在按照老方法吃蔬菜，觉得多吃青菜就能防百病，请您一定要把手里的活停一停，花点时间把这个视频看完，因为这几十分钟可能就能帮您避开一个健康误区，甚至可能改变您全家未来的生活质量。在开始今天的干货之前，我想请大家帮个忙。如果您觉得张志分享的内容能真正帮到咱们普通人，请一定要在评论区打出健康的4个字，并且关注我的频道，因为您的每一次互动，都能让这个视频被更多像我那位老同学一样，看似健康却暗藏风险的朋友看到。说不定您随手的一个转发，就能帮一个家庭敲响健康的警钟，避免一场本可以预防的疾病。好，咱们马上进入正题。咱们先来说说这第一个也是最普遍、最让人后怕的误区，就是关于吃蔬菜就等于健康这个观念。很多叔叔阿姨特别实在，觉得我每天吃一大盘青菜，我肯定没问题，这本身是个好习惯。但是在健康饮食这件事上，您必须得懂得这里面的质量差异和营养陷阱。当您每天走进菜市场或者打开冰箱，心里想着今天该吃什么蔬菜的时候，您的选择必须要非常讲究。这里面有3个最常见的盲区，这3个盲区在咱们看来是养生，在医生看来可能就是在浪费机会，甚至是在帮倒忙。第一个盲区就是只认绿叶菜，不管您是吃菠菜、油菜还是小白菜，就觉得绿色越深越好。这当然没错，绿叶菜是好东西，但如果您餐桌上一年到头都是那几样绿叶菜，那问题就大了。在国外顶尖的营养实验室里，研究人员给蔬菜打分是有几百个指标的，抗氧化能力、维生素密度、矿物质含量、抗癌物质浓度等等。光吃绿叶菜，就像您打仗只派步兵，没有空军也没有炮兵，营养防线是残缺的。我遇到过好几个阿姨，都是因为太执着，觉得自己血脂高，就天天水煮菠菜，吃了大半年去复查，指标几乎没动。医生一问饮食就摇头，您这吃法，营养太单一了，很多对血管好的营养元素，菠菜里含量并不突出，结果啪的一下，之前的努力好像都白费了。医生会直接告诉您，您的饮食结构需要大调整。第2个绝对不能有的观念是贵的，进口的就是好的。很多子女孝顺，给父母买有机超市里几十块钱1斤的西洋蔬菜，什么罗马生菜、芝麻菜、羽衣甘蓝，父母心疼钱，但觉得贵肯定有贵的道理，硬着头皮天天吃。您觉得这是高端，是精致，这怎么了？不一定对。在法律上，不，在营养学上，只要某种蔬菜不是您肠胃习惯的，不是当地当季的，不管它多贵，
您的吸收率都可能大打折扣。我之前就有个邻居叔叔特别有意思，女儿给他买了一大箱牛油果，说这是超级食物，叔叔吃了1星期，便秘更严重了，还觉得肚子胀。后来营养师一看就笑了，您肠胃本来就不适应这种高脂肪水果，而且您一次性吃太多，好东西也变负担了。还有的阿姨跟风吃西兰花苗，说抗癌，结果甲状腺有点小问题，医生一问，原来他不知道有些十字花科蔬菜吃多了可能影响点吸收，反正怎么吃都是坑。第3个要打破的观念是，蔬菜就要生吃，营养不流失，或者说煮得越烂越没营养。很多养生文章说维生素怕热，所以沙拉成了健康标配。好家伙，这一下又带偏好多人，不同蔬菜的营养素特性天差地别。您说番茄生吃能吃到更多维生素 C， 但您吃不到最关键的抗癌王番茄红素啊！番茄红素得加热，得用油炒，才能从细胞壁里释放出来，吸收率翻好几倍。您张嘴就说所有蔬菜都生吃，那就叫因噎废食。营养师会觉得为什么不分情况？那就是不懂营养科学，那就是在浪费食材的好成分。那正确的观念应该是什么呢？咱们记住了，第1个是多样性，第2个是烹饪匹配性。当你选择蔬菜时，心里就要有个谱。我这周吃的蔬菜颜色够不够五彩缤纷？红的番茄，橙的胡萝卜，紫的甘蓝，绿的菠菜，白的口蘑，我吃全了吗？如果您记不住那么多，就教您一个最简单的口诀：彩虹饮食就是吃的颜色像彩虹一样多，一定要守住这个原则。至于进了厨房以后，您愿意生吃黄瓜，愿意小火慢炖胡萝卜，愿意大火快炒西兰花，那是您根据营养特性做的聪明选择，那是咱们家的健康智慧。但是在买菜和搭配的时候，这个观念必须扎根在脑子里，一点也不能含糊。那接下来说第2个大坑，这个坑是关于超级食物的迷信。很多朋友都知道菠菜是补铁能手，但是您知道吗？在全球营养学界公认的排行榜上，菠菜只排第5，甚至有些您平常不太留意，价格也很亲民的蔬菜，排名却非常高，这中间的学问很深。咱们先说菠菜的情况，菠菜确实不错，富含维生素 K、叶酸和铁，但是它的铁是植物性铁，吸收率远不如动物肝脏里的铁，而且它含有草酸，吃之前如果不焯水，草酸还会影响钙的吸收。很多朋友有个误区，以为吃菠菜能大力补血，其实不然，它更多是补充叶酸，对预防胎儿神经管畸形特别好，但对改善成年人缺铁性贫血，效果并没有那么神奇。如果您想只靠吃菠菜来改善贫血，而忽视其他更有助于补血的食物，时间长了，贫血状况可能依然存在，而且您还会错过其他更有效的营养素。还有一种更需要注意的饮食方式，就是只吃榜上有名的，比如听说西兰花有益健康，就顿水煮西兰花，觉得吃得越多越好。这在营养学上是一种饮食不均衡的表现。如果您的餐桌长期被1-2种明星蔬菜占据，您摄入的营养素种类就会大大减少。之前就有过这样的情况，一位老年朋友听说红薯有好处，天天3顿吃红薯，吃了3个月，人倒是没胖，但皮肤明显变黄了。去检查一看，是胡萝卜素摄入过多导致的胡萝卜素血症。虽然不危及健康，但说明再好的食物也不能过量食用。那您说，我干脆不关注什么排行榜了，随便吃行吗？也不行。如果您完全不清楚哪种蔬菜有什么特点，就像打仗不知道手里武器怎么用，我们保养身体总得知道哪些蔬菜对维护血管健康有帮助吧，总得知道哪些蔬菜里的成分对身体健康有益吧。有些平价又营养丰富的天然食物，您不了解，可能就错过了身边很有价值的健康资源。我就认识一位年轻的妈妈，因为对蔬菜营养了解不多，每天给孩子吃的蔬菜就是老3样：黄瓜、番茄、生菜。
他觉得孩子爱吃就行，结果孩子体检还是缺锌，缺一些微量元素。后来营养师给他看了一份蔬菜营养密度排行榜，他才发现很多他从来没买过的，看起来普通的蔬菜，比如甜菜叶、芥菜、瑞士甜菜，营养评分非常高。所以我的建议是，咱们科学饮食，根据您家庭最需要关注的健康方面，有侧重的选择蔬菜。比如您家有心脑血管健康方面的考虑，那可以多吃些富含硝酸盐的蔬菜，像甜菜根、芹菜、羽衣甘蓝，它们能在体内转化为一氧化氮，有助于放松和扩张血管，这是食物天然的作用。这样既显得您懂得饮食，又不会因为只迷信某一种而走极端。第三个大坑，也是这2年很多人容易忽略的方面，那就是吃蔬菜的时间和搭配。现在营养学研究得非常细致，他们发现同一种蔬菜，不同时间吃和不同的食物搭配，效果可能相差很大。您别以为这是小题大做，在追求健康的路上，为了效果更好，一些习惯是可以优化调整的。很多注重健康的朋友，还有来听课的叔叔阿姨，就是在这一方面可以做得更好。如果您觉得某种蔬菜好，可以回顾一下您是怎么吃它的，然后看看吃法是否合适。他们在关注什么呢？比如，您是空腹吃还是饭后吃？您是单独吃还是和油脂一起？您吃的是叶子还是根茎？如果您听说胡萝卜好，就早上空腹吃1根，或者说我控制体重，吃沙拉绝对不放1滴油。如果忽略了搭配，哪怕您吃的是营养丰富的蔬菜，吸收率也可能不理想。之前有个年轻女孩很注重皮肤养护，听说番茄有助于抗氧化，就把番茄当水果，下午饿的时候吃一个大番茄，坚持了很久，觉得效果不太明显。后来经过提醒，她才发现问题。番茄里的番茄红素是脂溶性的，不和油脂一起摄入，根本吸收不了多少。她那种吃法只吸收了部分维生素 C， 最核心的营养成分都浪费了。就这一个时间点和搭配的疏忽，让她的努力效果打了折扣。还有一些有血糖方面顾虑的朋友，听说南瓜好，就天天蒸南瓜吃，结果血糖上升比较快。因为他不知道南瓜的血糖生成指数 GI 其实不低，特别是老南瓜，应该作为主食的一部分来吃，而不是当作蔬菜大量食用。所以我建议大家，在了解一种蔬菜的好处之前，先了解一下它的正确食用方式，把那些可能影响吸收的吃法，尤其是涉及到营养搭配的常识，都弄清楚。还有那些烹饪方法，有些蔬菜适合急火快炒，有些适合长时间炖煮才能释放营养，这也千万要分清。在某些情况下，吃错了方法，效果可能不理想，这值得我们注意。讲完了这3个方面，肯定有朋友心里想，这吃蔬菜也太讲究了，那我到底该怎么吃才能更好地获得它的健康益处呢？别急，我给您准备了几点健康蔬菜食用建议，您可以参考。第1点，认识真正的营养优等生，并把它们请上您家的餐桌。不管您是看重抗氧化，还是维护血管健康，您最好把这个排行榜记在心里。全球多个营养研究机构综合评分，排在前面的，往往不是那些特别出名的，而是些低调的实力派。比如甜菜根，它经常位居前列，富含抗氧化成分和硝酸盐，对维持血压健康、改善心脏功能和运动耐力有较好的研究支持。再比如瑞士甜菜，叶子又大又绿，富含维生素 KAC， 还有镁、钾、铁等各种矿物质，营养非常全面。最重要的是要理解它们为什么好，并且轮换着吃。很多朋友被健康问题困扰，就是因为吃的蔬菜种类太单一，营养支撑不够。所以一张丰富的蔬菜采购清单就是您的健康保障，它告诉您的身体，我什么营养都准备好了。第2点，学会为不同蔬菜设计最佳食用方式，这就像给不同蔬菜搭配最合适的烹饪方案。要搞清楚什么呢？要搞清楚
哪些需要油炒如番茄、胡萝卜，哪些最好生吃如彩椒、生菜，哪些需要焯水如菠菜、苋菜。这一招非常实用，因为这代表了您能最大限度地获取营养。您的家人一看，这顿饭的蔬菜颜色丰富，做法又合适，那吃下去的每一口都很有价值，那健康的几率就大大增加了。第3点，也是对于生活忙碌的上班族最重要的一点，千万不要怕麻烦，不要图省事就永远吃那几种。在每天的3餐安排里，如果您觉得没时间研究，或者想偷懒，千万别因为将就，或者觉得没用，就一个劲的凑合。万一您需要抗氧化来延缓衰老呢？您凑合了，不就错过机会了吗？万一您需要一些植物化学物质来帮助身体维持平衡呢？您凑合了，那身体也只好跟着凑合了。正确的做法是，当您发现餐桌上的蔬菜很单调的时候，不仅不要将就，还要主动改变。去菜市场时，不妨尝试一些不常买的品种，或者您可以提前准备一份每周蔬菜采购表，列好多种不同的蔬菜，保证1周内尽量不重样。丰富多样的选择是维护健康非常有效的方式，哪怕每次只多尝试一样，也比因为长期饮食单调而影响健康要好。等到新蔬菜买回家了，您可以再研究它的做法，无论是清炒、凉拌还是做汤，都可以开心的做给家人吃。在这个过程中，保持愉悦的心情，不要觉得是负担。我们吃的是健康和幸福，我们可以成为家庭的营养师，要有这份信心。另一点是关于储存和保鲜。虽然现在买菜很方便，但在保存蔬菜的时候，尽量用对方法，不要一股脑全塞进冰箱。如果您把叶菜和会释放乙烯的水果，比如苹果、香蕉放在一起，叶菜可能变质得更快。如果您把根茎类蔬菜也像叶菜一样包进密封袋，反而可能容易坏。掌握一点基本常识，叶菜可以擦干水分，用厨房纸包好冷藏保存。根茎类如土豆、洋葱放在阴凉通风处即可。最后，我想对所有的子女说几句。如果您关心父母的健康，可以在他们的日常饮食中做一些营养提升。您可以带他们去菜市场，一起认识那些营养丰富但可能不常吃的品种，帮他们寻找一些健康且易做的蔬菜烹饪方法，用他们能理解的语言解释彩虹饮食的理念。父母年纪大了，面对各种健康信息，有时可能会感到困惑。作为子女，我们多做一些功课，给他们一些简单明确的指导，是一种非常实在的关爱。我是张志，一个希望每个家庭都能健健康康的营养科普者。我分享的初衷是希望用我所学的知识和经验，帮助大家避开一些常见误区，让我们吃的每一口食物都能成为健康的基石。如果您觉得今天的分享对您有帮助，请给我点个赞，这对我很重要。也欢迎您把内容分享给身边的亲朋好友，特别是那些为全家饮食操心的长辈和主妇。您的一次分享，或许就能帮助他们开启更科学健康的生活之门。如果您还有关于食物营养、健康搭配或其他饮食方面的问题，欢迎在评论区留言，我会挑选大家最关心的问题，在后续的内容中为您解答。好了，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，祝大家吃得明白，身体安康，我们下期再见。